我在刚刚评论区，黄超一直指出了他们的多余动作，在可能我们之前的 AG 身上是见的很少的，而如今的 TT 他的比赛越打越火热，在青青的身上，包括赫茨的身上，还有嘉欣现在状态也已经完全点燃了。但让我认为最夸张的一个选手的状态，你猜是谁？小雪。对，就小雪今天这个状态是真的太猛了。他一把后羿完了之后，他这个蒙亚，老实说，在 HOK 的版本，在 KWC 赛场上几乎没人拿。是的，但他这个蒙亚拿出来之后，在红圈那波反打，以及在团战的输出全部拉满。没有怯嘛，该打的时候就打，把自己输出拉满。除了就他就前2局在对线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对，但是后边的话，他确实是跟队伍一样，队伍也是第一局上来有点慢热嘛，慢慢的把状态给养起来了。现在要看第4局了，看一下这把的 BP 啊 ，TT 来到了蓝色方，搬掉了达摩以及后羿，而 AGAL 来到了红色方，搬掉了公孙离和张良。他们会想拿敖影吗？纪晓满，反正对面用过敖影了，不着急。对，先选一个纪晓满，公共英雄池，抢你一手。这可能是对抗路好切射手的不多的选择了。而且我拿纪晓满的话，可以卡你一手关羽，但是有狂铁在外面。AGL 直接裴擒虎加上狂铁，那 AGL 这2手选出来就是一个尝试往野区做的进攻阵容了。是。接下来就看嘉欣的英雄池了，因为嘉欣在整个夏季赛的话，我们是并没有看到他使用过橘右京的，就看看嘉欣能不能在这时候掏出一把刀来，对着老虎的面前亮一亮了。阿古朵加上火舞，前面我们也有聊过嘛，也有阿古朵这样的英雄，可以跟老虎去对位。重点就是这个版本的凯，你看嘉欣在夏季赛的话，他的凯拿出来8次，赢了5次，但是在这个版本的话，他的凯因为没有那个强普的过强，强度也不够，主动位移。对。看到阿古朵火舞直接选一手海诺，也没问题。到后边搬掉狄仁杰。左边这套阵容手线能力不是很强，你看中单毕竟是挂了个不知火舞在，但是他有双刺客、双切入嘛，这个瞬间爆发还是非常高的。双切入的话，就看接下来他们要给一诺选什么英雄来防切了。赫茨的不知火舞，你说 AGAL 会打龙虎双边吗？如果没有太好的射手，不行来个。老夫子给一诺是吧？我先看看吧。右边还搬了个鬼谷子，鬼谷子搬掉就是削弱一下 TT Global 的这个开团能力，对冲阵强度了。然后原射搬掉了，原射一个后期大神。你要这么搬的话，守约也可以搬，要不要尝试搬？守约生存能力也会比原射可能会更强一些。但确实 AGAL 的这个后2个班位是有点去做那个老夫子大桥的味道啊。孙尚香搬了，3搬一诺，孙膑，藏了一手发育路。我感觉孙膑也可以搭龙虎双边的阵容。可以的，藏了一手发育路的话，这个发育路就真的是有说法。这个阵容缺个开团，像不像老夫子？像啊，很像啊。孙膑家老夫子也是好用的嘛，就老夫子直接提速上去开，然后在老夫子或者说老夫子在开完了之后吃起火的过程当中，他也可以直接让孙膑抬2嘛。对，很复古的一套阵容。除了中单。但我觉得九哲应该是他一定是清楚你有这套体系的嘛。那要看他的射手怎么选了。打龙虎双边一般马可波罗会比较舒服。马可大老夫子也是老理解了，但他会这么选吗？万一对面不这么出了呢？突然。对，这就是把射手放5楼的好处。守约我自己拿，还给你1选代班了。来个少思源，白起。那谁去玩啊？一诺吗？人形白起玩白起啊？好像也行。他就是缺个开团这个阵容要么老夫子，要么就是确实是白起这样的英雄。哇，我们还没看英雄怎么换的是吧？还没给我们留个悬念啊！导播老师就已经把板子下去了。但看一诺笑得这么开心，应该是大家想不到的。这个确实是有意思。但是左边放了一个射手，是那种站在特别靠后的射手，位移又比较多。那我有闪现，我有孙膑的2技能，就理论上你
除非是真的小雪在团战的站位给到了一波机会。其实对正常来讲的话是开不到的。正常他们前面受阿古朵这英雄的一技能是能随便拦住孙膑的大招的，对吧？我可以制造一个减速带，让你第一时间孙膑大招打不到我，那你白起大我出个抵抗鞋，也有可能会脱节。对，就是你开到我之后，我就算阿古朵，我用2技能挡住你孙膑的沉默，但是我被你的白起嘲到，但是我有抵抗鞋的话，我可以在被你嘲讽完了之后，我用大招拉开距离，我可能会扛住第一波的爆发，我可能会死不掉，而且大概率会死不掉。就是我们这考虑的是后边打团的事儿了啊。单从这个阵容选取上，右边这个裴擒虎就充当了2重角色，一个就是打野，另外一个就是发一路这个推塔的重任。对。来看 HOK 的伊诺的白起，还是他的白起。ID 正确，选择白起，好少见。对呀、人形白起玩白起，到底会是什么画面？刚刚我们聊了嘛，就是 HOK 的版本，确实你在决赛 BO7的赛场上，就看你选手到底能够准备出什么杀招出来了。来吧，让我们进入到双方的第4局，蓝色方 TT Global， 红色方 AGAL， 我是九瓶子，我是解说潇洒。看开局。还是白起走下，孙膑直接走上，因为帮优势路嘛。对，就帮狂铁。白起的话，在塔下可以用2技能把兵线勾回来，然后在塔下吃塔刀。白起能正常吃到屁。对，他前面被射手点2下也没关系。但是这边海诺的位置有点深，2技能直接被定身，导致没有位移，可能要死了。一血了呀！一血被赫茨的不知火舞拿到，再走了长生。因为他想看一波对面的野区，这样中艺的反应也很快，知道那边野区守不住了，瞬间进了蓝区。因为对抗路这边是2打1，把轻轻的纪晓满压出了经验区，赶紧进行一个幻影，做一下止损，这样相当于 AGL 只掉了一个1血。小璇在2上去，下路。长生我估计他是忽略了2级这个版本阿古朵的强度，阿古朵撞到人之后会人球分离，再加上他是红开，就是上个版本的阿古朵。屏幕下方是 TT Global 的还有青青的粉丝，希望他们能够满载而归，因为 TT Global 在春季赛并没有能够获得很好的成绩，没有进季后赛，所以他们在 ACL 被很多人不看好，但他们在 ACL 在一众 KPL 队伍当中1穿6。最终夺得了英雄亚冠 ACL 的冠军，才得以来到沙特利雅得，来到 KWC 的舞台，并且目前对阵到我们春季赛的冠军 AGAL 的话，是一个让1追2的局面了。对，而且对于青青个人而言的话，这场 BO7的比赛，他也期待已久。在去年的 KWC 的赛场，他并没有能够在决赛的舞台上首发出战，或者说是替补出战，他是以交流大使的身份来到了 KWC， 而这一次他亲自带队。获得了这个 KWC 的名额，下路再抓一波，逼出了闪现，差点伤害够了。白里水月补到了最后一下，对，带走了一诺的白起。现在的局势是人头2比0，上路的话继续过来，不知火舞花蝶战接1技能接大招，最终收掉了渲染，连环的节奏。目前 AGL 的中路、发育路以及对抗路都被 TT Global 各抓死1次，2路开花。同时，每个人都没闲着。对，看 SDG 的回放，上路的这一波抓人，连最远距离拽回来了，直接让渲染这里开不出闪现啊！他真的是5个人，下路2抓1，上路3抓1，全成了。没错，是吧 ？TT Global 起势起得非常快，也是基于首先 AGAL 这边的开团点主要集中在白起、孙膑这里，当他俩没有合体的情况之下，AGAL 就是发育，慢慢等。毕竟左边这套阵容在前期的对抗爆发伤害会比右边要高一些。中路，火舞上去右踢一脚，让大招拉扯回来，但是打出了长生海诺的一个大招。目前这个画面，站在 TT Global 这边来看的话，还是一切都很舒服的画面，因为他们其实在上路抓掉了一个强势点，把黄磊这边给带走了。这把中艺的老虎是出的肉刀，肉刀老虎。这个版本的肉刀是可以打出真实伤害的版本。但这盘总体上感觉 AJ 中路又来了，赫兹真的是见人就打呀，要杀掉了，因为他知道长生是没有大的，刚在中路在脸上把大交了。孙膑有治疗都救不下来。
这 TT Global 频繁出节奏。4分暴君钟，这个暴君没悬念。嗯，还想继续控蓝 buff 啊？这个站位这个海诺在4分钟前倒2次，很伤。对，基本上在中期看不到他什么画面了。这个阵容海诺是 AJL 的支撑点。像如果这个蓝 buff 再掉，下路一塔没了的话，拽到哇，要秒！抓住了孙膑，孙膑被小满看到的话，那肯定是必死无疑的。是，出手非常果断、啊。是。反 buff， 把蓝 buff 也反了。TT 的这个进攻啊，只要有技能就会去找节奏。这么打下去，感觉 AJL 这套阵容所期待的中期抱团见一个开一个的画面，就很难再出现了。而且打到目前这个情况下，裴擒虎的经济并没有领先，反而是阿古朵的经济还领先了100块钱。然后白起这个点暂时也发育不起来。下路想抓一波啊。白起发育不起来的话，他就没有足够多的嘲讽时间去先手，然后又是个肉虎，这火舞敢开，白起回头给嘲讽200嘲讽没有中，那就只能残血撤走了。肉虎的话伤害又不够，所以白起的嘲讽嘲到以后没有爆发，可以跟。这个其实在阵容出来之后，小打就已经说过了。你除非是裴擒虎经济特别高，是的，那这个时候白起给一个嘲讽过来，能够把人给击杀掉。但是因为前面双边线都主要是上路吧，上路是他们的强势点啊，掉了一波，被抓掉了一波之后，其实裴擒虎基本上都过不了河道了，对，他只能在自家发育。这个点 AJL 还要频繁去防守野区，这个红 buff 是一定不能丢的，丢掉的话就等于这盘 AJL 就失去了主动性。嘲讽，但是邵思源这一回来。朝邵思源是不怕的，只要早点做韧性鞋嘛。而且你知道这种白起在这个时间点的嘲讽时间很短的，你没有什么装备，你的血量不够，你最起码要有4000血量吧。现在只有一个红莲斗篷，对大姐，4000的额外血量，你可以让你的嘲讽拉上来，但是你这个时间点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效果。而你后续的接控的人，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经济排行，哇，一诺的白起才3600块。只有一件成型的装备。虽然老虎排在第1，但老虎跟第2的经济差距并不大。然后紧随其后的4个人全是 TT Global 的。在左边这套爆发比较高的阵容里边，又来了，朝到2技能反勾没勾回来，但这一波跟过来的裴擒虎想补输出上有红 buff， 但是没有用。但回头的话找到了一个脱节的9星，把邵思源给激活掉了。但这一波是没有技能了，但只是掉了一个有所谓。对。纪晓满帅，再来一个1-2，配合不足后的伤害，硬杀掉了大帅。然后白起跟过来了，有没有技能？而狂铁跟过来补了伤害，带走了纪晓满。但是长生这个位置开大招的时候被激活秒掉了，对，没有能够回去，因为他太穷了，他前期死2次。对，白起再给个嘲讽，2技能反勾拽回来了阿古朵，但阿古朵这个位置应该是能走的，才能反打，没有倒，光这个1技能也没有扫到，反而是赶来的守约，加上阿古朵带走了2人，让嘉兴拿到了2连击破。哇，这个阿古朵这么顺。中路要破塔了，这么开都没把他开死啊！他还想控红，但裴擒虎已经把红 buff 提前拿掉了。是的，但中路的1塔可以拔。这中1塔失手，就感觉这盘 AJL 很难打。AJL 想尝试利用一诺白起的开团，然后来打2波节奏，但是 TT Global 他们这个经济优势实在太大了。你就这么想，就算你能开到一些前排之类，或秒个火舞之类的，只要这个守约不死，等到大后期他团战还是很无解。对，你还是很难直接威胁到这个白帝守约。看一下 STC 的回放，这一波就是轻轻纪晓满一个人冲进去，他几乎等于一个单杀，不足火舞补了一个化解扇，他自己走不掉了，但是正面团战还是能赢。但看后续，因为前面 AJL 集火掉邵思源就已经交掉了大部分的技能。持续输出能力的话 ，AJL 这边比较看裴擒虎，但裴擒虎这边伤害量不是很可观，还是发育的不够嘛。裴擒虎，你打阿古朵，你的经济肯定是得领先的。那现在是平起平坐。对你现在完全是一个平经济，就不说你领先了，领先多少了，你现在连领先都很难做到。其实我感觉赫茨今天整体的状态都是保持的非常好的。对，他上把那个女娲
其实这几个人啊，嘉兴、赫茨、小雪还有九星，我们一直说他们新，但他们其实在 ACL 的决赛给我们就展现出来的是，他们似乎都是大赛型选手，他们并没有因为我们打决赛就会发挥失常，是，他们好像是越打越兴奋，而且会逐渐去适应这个赛场。虽然一上来第一局有的时候会没进入状态，对，就他们在 ACL 当时的时候是连续斩下强敌。记得非常清楚的就是，当时他们是打完了狼，然后打 RW， 打完 RW 之后打 DRG， 全部都是硬仗啊。没错。这波孙膑带人冲出来，想要开人，找着了一波，小满打残了。小满22跳墙走了，看看能不能抓住落单的，朝到了。是的，但后续的话，火舞给了个拆火，伤害还是边走边点，走 A 拉扯开来，瞬间爆发不太够啊。这样白起的闪现没了。而且感觉 AJL 这个阵容好像只能慢慢的打前排，打吊点，才好打出去。这波又被蹲了，再被秒，长生根本扛不住，到时候开出来还是死，然后紧接着再把一诺的白起给带走。这样的画面第2次了，海诺开大的时候直接被瞬灭，完全扛不住伤害。也是因为这个阶段经济差已经总经济差已经落后6000了。裴金虎这时候终于溜进了野区，但不影响 TT Global 做推进。我拿完暗影暴君，你中路高地守不了的。你不在家里，直接开，又秒了。是的，把渲染给带走了。现在才10分36秒，想终结吗？中路高地已经推完了，看裴金虎这波出来上路，焦满直接冲进去想去激活秒掉大帅。他在这个位置看能不能走得掉，走掉吗？没人走掉，被青青还是给处理掉了。不过此时的长生和中义复活，一诺也复活了。中义是回家了，他不是阵亡了，但是回家之后赶出来。长生和一诺复活的话，是阻止了 TT Global 的推进。他只吃了一波对面的 buff， 就得赶紧回防了啊！不知道 AL 这套阵容能不能拖到他们的坦度完全起来，就是能打多套的时候。就现在这个阶段有这么大的经济差，是根本扛不住 TTG 一轮的进攻。来看一下 STC 的回放啊，这赫兹出手一闪，那个扇子是刚好狂铁闪现过去的位置啊。对，接到了花蝶扇，然后纪晓满轻轻过去，跟着嘉兴2个人一路追击呀，把大帅从上路的高地追到了上路的2塔。TT Global 的势如破竹的攻势。AJL 确实有点难以招架，而且目前的经济差已经来到了8000以上。在第2局比赛的时候 ，TT Global 是一个6000以上的经济完成了翻盘。但这一把的 AJL， 老实说，他们这个阵容比 TT Global 第2局翻盘的难度要大得多。他们得等他们所有人的坦度都起来，孙膑2技能满 CD 的情况之下，频繁用2技能，靠坦度跟对面打。对。TT Global 因为自己翻过盘，所以他相信他不会给到对面什么太多的机会。这波直接冲进去被白起2技能勾到了，但白起大招是用来逃跑的，所以没有办法回头反开，因为自己状态不是很好。上路的高地被 TT Global 给推掉，再转下路，下路老虎想去清这波兵线，纪晓满1没有能砸到人，兵线被清掉了。那这样对于 TT Global 来讲可以撤一波，收一波资源，等待下一波的进攻。下路农民进来，但是人已经去野区反野了，所以 TT Global 停止了这一波的攻势 ，AJL 可以缓口气。一扇子抢个山迷，这把赫兹是真有画面啊！6-0-5啊，他不知道一直在开团，但是自己没死过，再完成1次击杀就超神了啊！他现在就在等机会。因为他很希望 AJL 这个时段出来打，这个时段经济差非常之大，他的火舞还是比较好发挥的。只要抓住一波孙膑2技能真空期，他只要不是打到那一波身上，他的爆发打出来是非常恐怖的。等一下，这一波应该是要等龙的 ，TT 不会去冒这个险，把视野能排的排一排。然后试着往前压一压，如果压不了的话，回来就打这条暗影暴君。毕竟现在的一诺的白起该有的血量装都出来了，不死鸟加上红莲斗篷加上不祥征兆，他的嘲讽的时长已经很高了。是的，
但这条龙 AJL 应该还是只能放掉。对，但是你看 TT 有5个抵抗鞋，早早就穿在身上了。对，5双抵抗鞋。赫兹这输出伤害排行在这局比赛有点断层啊。但是你看 TT 这边没有真打龙，他想骗，他想把 AJL 出来，对，看一眼，他想让你出来看这条龙，我们在外边打。对。现在打掉了。红 buff 也刷新，蓝 buff 也要刷新。这局比赛目前 TT 是控掉了本局比赛的所有的远古生物，把龙都拿在了手中。但左边你看这个守约神装了，火舞的话算神装了，他差把那个魔道之石合成回响。这2个大输出点都已经成了，再控个双龙，这应该是 TT 这一盘最强一波。这波 AJL 如果能扛得下来，这盘就能拖到大后期，就能拖到可能他们理想状态下，右边靠着孙膑的2技能不断提升阵容坦度去和 TT 打。没错，靠孙膑2技能去化解掉对面机小满、火舞这种一套流的爆发，化解你第一波攻势，然后紧接着回头反打，因为孙膑的大招就可以留人了。因为有人能下血就是这个海诺，但是目前海诺根本扛不住这个阶段。他被摸了一条，直接半血了。白起这波上去想去留人，纪晓满一直接砸进去，然后2技能再跳出来。阿古朵这个球球并没有打得很好，狂点交出了大招往回拉扯一下，但是上路已经进兵线了，进到了水晶里面，A 技能必须得回去处理兵线。而 TT 也不着急，把下路的高地推完就往回拉扯。其实刚刚看到了一波孙膑的2技能跟白起这边的搭配，白起吃集火的时候，他的2技能帮白起抬了一口，包括狂铁这边他的治疗护盾都有用。下路带着大龙兵再进来，想继续一波，不止火舞触发了吃了这辈子没有死过，他给了一扇子。人均白起给个嘲讽，嘲的还不错，找到3个人，但是自己扛不住伤害，被手游给点死了。不过也换掉了加薪的阿古朵，好像真被 AJL 守下来了，一个1换1。刚刚白起嘲了应该有3个，对，那一瞬间是给海诺了一定时间让他去铺 AOE 伤害。一诺这一身肉装啊，就是扛得住才能反打。这波又是纪晓满轻轻过来之后，想要去拽一下孙膑，但孙膑开出了2技能往回拉扯，并且给了一个大招沉默，封了一下路。是。这艘水晶只要吃不下来，这盘对于 TT 来讲就不太好说。毕竟纪晓满跟火舞这种一波流技能呢，很容易被对面化解啊。看这波 STD 的回放，狂点先上去打残了火舞，然后紧接着看一诺这个白起这一个傲慢嘲讽嘲到了3个人，然后自己因为嘲讽的时候是强制你来攻击我，所以自己被小雪的守约普攻给点死了。对，不过后续他还是让队友在这个地方带走了嘉欣，因为嘉欣的那个落位啊，刚好是白起嘲讽完了之后，在白起的身后，刚好在 AGAL 的面前，其他人的面前就在脸上。总感觉 AGAL 这套阵容有点奶桶阵的意思，但是他们没有这种正儿八经的说是靠蔡文姬这种回复的，他们是靠孙膑这个2技能，就纯看大帅的这个2技能去化解对面的爆发，对，然后靠前排的质量跟对面近身肉搏。TT 想把 AG 放出来打，但是 AG 一直不出来，死守高地，死守水晶，就守到神装嘛，打容错率。现在经济也已经拖到了5万嘛，该有的装备都有了。就在春季赛决赛那场打第2季的时候，也是裴信湖阵容大翻盘。看看这一把的话 ，AG 能不能在更加逆境的环境之下完成？不可能，这个在我们其实看来的话是很难翻的。是的，3高全破啊。TT 也不想给你机会，看下这波火舞有个绕后的位置，正面在勾引，回头阿古朵给个球砸一下，火舞这波跟过来，但是扇子并没有很好的去命中后排。然后在正面的话，白起交出一个闪现往回拉扯了一下，然后孙膑再给技能往回反弹，上去想要去激活打一下阿古朵的状态。这波纪晓满想进场，少孙膑被打残了，但是看一下长征这波回头反打，直接带走了嘉欣，阿古朵倒了啊，刚好将龙刷新，老虎得回去处理上路的兵线，但是 TT 并没有选择退。他们还想拖住 AGL， 不想让 AGL 就这么轻松的去拿龙。是啊，但是你刚刚看到的 AGL 这套阵容的效果，就是白起，这朝到了火舞拽回来，但是火舞没有倒，叫做吃背，然后少孙给一脚踢到了3个人，纪晓满进去之后看能不能带走一诺，没有成功。不过小雪补了伤害，还是击杀掉了渲染的狂铁。是的。他们这套这个火舞出了个吃的支配者还是比较关键的。对，这个支配真的是救了一命，要不然他会死。对。
那这条龙最终还是被 TT 给拿下来了。TT 是肯定不能把这个龙放给 AG 的。这条龙对于 TT 来讲很关键，要提升伤害，要不然感觉火舞跟纪晓满那一套进去之后，大帅只要技能放得好，都能化解。看一下 STC 回放这一波，好的，配合裴行一套爆发没秒掉，炽热支配者救了一命，加上邵思源一口大招奶，然后就是纪晓满一砸进去反打。对，邵思源的那个强补也踢到了3个。但是白起是真的硬，白起没死，黄铁死。又是一波双龙，这是在20分钟之前的最后一波双龙攻势。对，这一波双龙如果攻不下来，那就是风暴龙王剑。对，但这一波真的很难守啊。说实话 ，TT 不是很着急。他如果能拿下风暴龙王那个盾，100%的伤害会让他们打右边这个阵容更舒服一点。哎，对。但这波机会他们也不想错过嘛，直接把龙放在了中路嘛，3路兵线一起进，想直接打一波。这龙兵跑得也很快，他把兵线卡在外面。纪晓满过来先一砸一套，打白起，再来一个一技能又拽了一下，白起直接回头给嘲讽，但是守约一个闪现拉开了距离。但是主要看海诺，海诺这边只要趁着前排扛伤的同时，他把印记叠出来，那对面就不可能直接一波掉。对，海诺是这个阵容防守最关键的一环。小雪的这一个天穹也没有再给一诺有什么想法去开它了。开它的话直接一解，对，天穹可以解，撤回来。是天穹大招就拉开了距离。所以 TT 他前面的经济优势也是转化为了3高的优势，所以拖到风暴龙王也不急。这个龙王只要不是 AGL 拿下来，被他们拿下来，团战是会很好打。过来想冲一波正面啊，但 TT 退得很及时。上路的线也运出去了，这波抢中轴。现在就是 AGL 这个坦度太高了，我不知道开谁。他们抱一块儿，他没后排，只能打 AOE 伤害。对，或者是先激活海诺。这一个球球砸得不错，砸到了4个人，但是这波白起2技能勾回来一个阿古朵，然后不知后进去之后1技能踢一脚，回头给一个站，但是没有撞到击杀。而纪晓满被打出个复活，站起来之后看能不能走得掉，2技能跳走了，没有死。因为名刀救了他一命。是的。你会发现打起来团的时候，只要海诺不是被秒的那个，他提供的这个 AOE 伤害非常可观。因为你是扎堆站在一起的，你还有个阿古朵的小野怪给我在这叠被动嘛？是，叠印记，然后一直扎毛。但是每一波打完之后 ，AGL 都得回去处理边线。这就是前面的伏笔吧。前面这个阵容他们没打好，就前面劣势太大了，导致了没有办法均衡的拖到中期。就没有他们那个发力期，就直接只能拖到大后期。所以站在 TT 的视角，他可以不用着急的，就玩兵线啊。急的是 AGL 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利用白起去尝试打死一个，就是打掉点，造成一个人数差，才有机会翻。只要 TT 的站位不要出现这种脆皮落单，被直接秒掉。挤到龙坑处。想动龙，但是得小心，别被龙挂了重伤啊！挂了重伤就容易把你 run 了。白起朝拉到了邵思源，直接集火，看能不能把他秒了，没秒掉，一个一技能拉扯了开来。回头邵思源给了个大招，然后反刮，然后 AG 这边也是保着长生，一直在挂标打消耗。但是海诺这边开出大招之后，万箭齐发，直接将 TT 的人压退。下路的兵线得回去管了，可是看一下裴行虎的位置，他在打龙啊，他打不了了，得撤了。下路的兵线得回去一个狂铁回去了，但这兵跑得有点快啊！看到狂铁露头一瞬间，我觉得 TT 可以找机会了啊！他再往前压，找兵线进水晶来了，上面直接去打，但是白起这波嘲讽到了，白起守约一个天穹解掉了控制，回头继续反点，这边状态不是很好。但是海诺的复活被打出来了。是的，但是海诺这波的话站起来还是可以扎毛，所以 TT 并没有恋战。海诺大招这个时候好了，他还有个明刀。但是 TT 是占据了龙坑的视野，想蹲一波啊。击杀海诺现在成为了 TT 打团的第一要点，杀不掉海诺就打不赢团。那 AG 也是一个道理，他想要去把小雪的这个守约给他击杀了，因为这是第一大输出点。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前面聊的那个问题出现，就算你白起能朝到闪现朝到这个百里守约，但可能会脱节，就没有人能跟。对你很难把他秒掉。再加上他现在有天穹傍身，不好杀了。就继续过来挤，下路这波线理的还蛮前的。正面朝拉回来，沉默2技能勾回来之后集火，但邵思源一个闪现拉开了距离，回头继续反打。这波海诺交出了大招，回头想反扎，但是这波老虎上去之后不出互相都走不了。赫兹最终还在这个地方倒了一次。是的，那这样一来 ，AG 就形成了一个多打少的局面。现在没有兵线压力，可以直接开龙。
但 TT 肯定是要去骚扰的，要不然就赶紧去带下线，要不然就直接过来骚扰，不要让 AG 下龙血下的那么快。但是如果骚扰的话，纪晓满上了，纪晓满一记就拽3个人，直接打掉了血染，打出了中医的一个复活。站起来之后能走吗？老虎直接跳走，但小满还在追击，而在正面的白起已经扛不住了。轻轻的纪晓满，关键的一手抓到了3个人，将 AG 打了一波小团灭，只剩下大帅一个人，再来个一技能又拽一下，带到招头敌人可以直接一波比赛了，可以点水晶了。一脚想踢出来，还换出了复活甲，扛了个全水盆，让队友过去把水晶推掉，让我们恭喜 TT Global 3比1。率先进入赛点，又是青青。青青其实在关键的一波站出来了，直接终结掉了这局比赛。他这一个1技能啊，很敢上，很敢抓机会，看到了 AG AL 呢。